北约援乌坦克居然进了俄罗斯悬赏清单，发布悬赏令的是俄国的一家能源企业。俄军士兵呢，只要摧毁了一辆美国的埃布拉姆斯或者是一辆德制的豹二坦克，就能获得最高500万卢布的奖励，换算下来啊，就是6.6万美元。好家伙，俄军挣外快的机会来了。但是这个外快真的有那么好拿吗？俄军都有哪些武器能对这2款坦克造成威胁呢？下面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。要想知道俄军士兵能否拿到这笔外快，首先我们要清楚这2款坦克的防御能力。目前美国援乌的31辆埃布拉姆斯大概率呢是 M1A2 型号，而豹二呢则是豹二 A4 及其改进型。由于两者都是重型坦克，防御能力都相当强。前者 M1A2 坦克的装甲是美国在以色列的作战经验后开发出来的复合装甲，比起过去的钢制军制装甲，优化过后的 M1A2 正面装甲可以达到约900毫米军制钢装甲的水平，能够硬扛俄制的 T90A 坦克的正面重击，而且对成型装药和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有优异表现。在海湾战争时呢，又换装了以衰变铀制作的高硬度复合装甲，由4层组成，1层是高硬装甲，2层是高硬陶瓷。换装了贫铀装甲的 M1A2 防御力大幅提升，基本达到了 M1A1 的2倍，抗穿甲弹相当于600毫米军制钢装甲，抗破甲弹相当于1300毫米钢装甲。另外，美军后来还为其安装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，主要负责对抗目前战场上满天飞的各式火箭弹、单兵反坦克导弹等武器。这些武器呢，由于速度慢，而且伴随烟尘大等特点，在被战利品的雷达发现后，能自行启动拦截装置，对来袭目标实施拦截。除了主动防御系统外呢，美军还为 M1A2 增加了 ARAT 爆炸反应装甲，进一步强化了车体行走部分的防护。该反应装甲总共由62片组成，在实战中曾经得到过检验，取得了优越的战术效果。而且与各国先进坦克一样， M1A2 同样安装了泄压舱装置，一旦弹药舱被敌火命中，弹药诱爆的威力可以借由泄压舱泄出，而炮塔内的组员呢，则能借由防爆肛门的保护而不受影响。至于豹二 A4， 该坦克的设计呢，将成员生存力量设为首位。车体和炮塔均采用了钢陶瓷间隙复合装甲，车体前端呈尖角状，增加了厚的侧裙板。炮塔外轮廓低矮，防弹性好。设计时考虑了中弹后的防2次效应问题，将待发弹存于炮塔尾舱，并用气密隔板将弹药与战斗舱隔开。此外呢，还采用了集体防护式3防通风装置，且第5批生产型开始安装英国格莱维诺成员舱灭火易爆装置。在防护性能方面呢，豹二 A4 的炮塔正面和侧面装甲分别为860、620毫米，抗穿甲性能为570毫米、410毫米，抗破甲性能呢为910毫米和640毫米。至于车体部分，正面装甲为640毫米，抗穿甲和破甲能力为500和700毫米。该坦克曾在测试中被125毫米主炮在 1.2 公里外射击车体，不但没有穿透，而且仍可正常运作。那么面对两者如此强悍的防御能力，俄军有什么应对手段呢？既然要摧毁坦克，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主战坦克对决了。在俄军现役主战坦克中，能够与上述2款坦克相抗衡的分别是 T72、T80 和 T90。T72 的主炮是一门 2A46式125毫米滑膛炮，身管长是口径的48倍，配置有4种穿甲弹，分别为 BR11、BR12、3BM32 以及 3BM42， 极限穿甲深度分别为300毫米、400毫米、610毫米以及500毫米。至于所装备的 BK14M 破甲弹，破甲深度呢仅有475毫米。至于 T80 坦克，它的主炮呢也是一门 2A46式125毫米滑膛炮，能够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、尾翼稳定破甲弹和榴弹，均为分装式弹药，采用自动装弹机装弹。除了能使用 T72 的弹药外呢，部分 T80 还装备有 AT8 反坦克导弹。该导弹弹长 1.2 米，弹径120毫米，最远射程4000米，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，导弹初速为150米每秒，后续助推发动机可以将飞行速度增大到500米每秒。其战斗部有破甲和杀伤2种作用。
用于反坦克的话，破甲深度为600到650毫米。而 T90 主战坦克，它的主炮是一门 2A46M1 型125毫米滑膛炮，与早期的 2A46 型火炮相比，该火炮的射击精度提高了15%到20%，能发射新一代的125毫米穿甲弹，比如采用贫铀弹芯的 3BM4648，能在2000米距离内击穿875毫米军制钢装甲。而现役普遍装备的 3BM42M 在2000米范围内穿甲深度为630毫米。另外，俄军所有生产的制式空心装药破甲弹都是装有 3BK18M 弹头的 3VBK16弹，其破甲深度为650毫米。至于另一种采用3重装药的 3BK29M 破甲弹，它能在击毁任何反应装甲之后再击穿710毫米以上的主装甲。不过在穿甲弹上呢 ，T90 并没有大量装备最新式的 3BM4850 型穿甲弹，主弹种呢依然是老型号的 3BM42 型穿甲弹，这无疑是减弱了 T90 的火炮威力。至于 T90 所使用的 3UBK14 炮射导弹，它是由 9Mi19 导弹和 9KH949 简装药发射药筒组成。与别的125毫米弹药一样，该导弹呢也是用在坦克上标准的自动装弹机。导弹发射之后，两组尾翼旋即张开，一组用于保持稳定，另一组呢用于控制飞行方向。配置有重 4.2 公斤的先进成型装药战斗部，据称其破甲深度能达到960毫米，但大兵感觉这个数据呢应该是有一定水分的。此外，近期有战场图片显示，俄军新一代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3BM66 Lead 2上前线了。该穿甲弹是一款采用了西方设计，旨在穿透重型装甲，可以由 T80 和 T90 坦克发射，飞行速度可以超过1500米每秒，弹体长度为 0.53 米，弹径125毫米。俄军宣称它的反坦克能力足以轻松击穿最新版本的 M1 坦克的正面装甲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答案是可以的，但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。第一呢 ，M1A2 有着不同类型的装甲，覆盖坦克前部、侧面和后部的车体装甲，旨在提供针对 3BM66、Lead 2等动能弹的保护。另一方面呢，炮塔装甲则是提供对动能弹和热弹的防护，因此 3BM66 可能击穿 M1A2 车体装甲，但不一定能够击穿炮塔装甲。第二，该弹药的有效性取决于击中装甲的角度。由于 M1A2 采用了倾斜式装甲的设计，会大幅偏转来袭的炮弹，使它们更难穿透。所以，如果 3BM66 是以垂直角度击中，是有可能击穿的，反之则不行。第三呢 ，3BM66 的射程也会影响穿透能力。由于炮弹在空中飞行时会损失速度和能量，进而降低其穿甲能力。距离较远的话 ，3BM66 可能没有足够的动能来击穿 M1A2 坦克的装甲了。最后，大兵在上面也说到了 ，M1A2 配置有爆炸反应装甲系统，能够进一步增强对来袭威胁的保护。组成反应装甲的爆炸板在撞击时引爆，以此来破坏来袭弹药的穿甲效能，还可能导致穿甲弹在击穿主装甲之前解体。总之 ，3BM66 Lead 2想要击穿 M1A2 的装甲，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，比较看脸。那么俄军还有哪些手段呢？作为现代坦克的天级，武装直升机呢对于陆地坦克有着致命的威胁。不论是哪款坦克，在武装直升机眼中地位都一样。目前呢，在俄乌战场前线，俄军所使用的武装直升机包含了米28浩劫、米24雌鹿、米35超级雌鹿以及卡52短尾鳄4种。虽然说开战以来这几款直升机损失惨重，但是为了搞外快，俄军应该还是会去的。其中卡52所携带的 9K121 反坦克导弹极限射程为10公里，穿甲深度约为1000毫米。另外3款则能携带 AT6 改进型反坦克导弹，有着7公里的有效射程和接近800毫米的穿甲深度，后者也被西方称为最接近地狱火反坦克导弹的武器。另外呢，则是主战坦克的噩梦对地攻击机。虽然该类武器最有名的是美军装备的 A10，但是在美军多年的对外战争中，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坦克克星。在它强大的30毫米复仇者机炮面前，任何一款现役坦克都坚持不到2秒钟。俄罗斯也有同类型武器。
只不过相较于 A10，名声太低了，既是苏25近距离空中支援攻击机，不过呢，它的战力与 A10相比并不逊色，也是装备有一门 GSH-301型30毫米双管机炮，翼下总共有8个挂架，可以携带 4.4 吨空对地打击武器，外挂包括 UB-32A、B8M1 火箭吊舱、240毫米 S-24和300毫米的 S-25制导火箭、KH-23、KH-25和 KH-29 空对地导弹、R3S 和 R60 空对空导弹等等，都是打击坦克的利器，因此呢，它也是赏金的有力争夺者。当然了，作为打击坦克的利器，反坦克导弹自然必不可少。俄军现役主要有4款反坦克导弹系统，其一 9K111巴松管，该导弹系统呢算是俄军反坦克力量的老兵了。首款改进型号在1970年列装苏联军队，拥有可折叠的便携式发射装置，能短时间内替换发射管以完成弹药再装填。而该系统的射程取决于使用导弹的型号，使用 9M111 时为最远2000米，使用 9M113 时最远为4000米。另外，最先进的 9M113M 型号配置有双节串联式巨能装药战斗部，能在击穿反应装甲后还能穿透80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。其二 9K121M 旋风，它可以说是俄军最先进、科技含量最高且威力最大的反坦克导弹系统之一，所使用的弹药是 9M1271 导弹，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研发，针对的便是 M1 和豹系等西方主战坦克。导弹单枚重约12公斤，射程可达10公里，包含激光制导系统和双节巨能装药战斗部，能击穿1000毫米以上的均质钢装甲。只不过它主要是由攻击机和直升机使用，现役主要载具是卡52短尾鳄武装直升机，每架卡52能够携带12具该导弹发射管。另外，除了能够打击坦克等装甲目标外，旋风还能用于打击飞行速度不超过800公里每小时的空中目标，曾在测试中击落过一架图16靶机。其三 9K123 菊花，它可以说是目前俄军最强大的反坦克导弹了。搭载该系统的 9P157 反坦克导弹车是由 BM3 步兵战车改装而来的，安装有一套能自动装弹的可升降式双联装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，导弹发射后会抛弃空发射管，无需人工干预便可以自动装载新发射管，进而实现弹药再装填。所使用的弹药为 9M1232 和 9M123F2 反坦克导弹，均采用毫米波雷达或半主动激光架数制导体制，极限飞行速度能达400米每秒，最远射程为6公里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9M1232 配置的是串联破甲战斗部，能更好地应对重型装甲目标，穿甲深度在1250毫米左右。9M123F2 则是配置了高爆战斗部，更倾向于对付各类轻装甲、防御工事以及软目标。两者的相同之处呢，都在于具备打击各类低空慢速飞行器和小型舰艇的能力。除了发射装置上的2枚导弹外，在车体内还额外携带了有15枚的备用导弹。此外呢，由于 9K123 的武器系统上面同时配备了毫米波雷达和半主动激光架数制导设备，因此能一次性发射2枚反坦克导弹，同时攻击不同位置上的目标。其中在使用毫米波雷达制导方式时，该系统拥有全自动引导导弹攻击目标的能力。最后呢，则是 9K135 短号。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俄军为了替代巴松管系统，便开发出了短号反坦克导弹系统。早期版本采用了激光波束制导的模式，最新改进型已拥有发射后不管的能力，使用者只需要瞄准目标，按下锁定按钮，系统就会自动完成其余操作，引导导弹以极大概率击毁目标。数据方面，该导弹弹长 1.2 米，弹重29公斤，最远射程可达5500米，可击穿外挂反应装甲的1300毫米均质装甲，有燃料空气战斗部和串联破甲战斗部2种选择，分别对应反人员和反装甲任务，也是采用了双节串联巨能装药战斗部。得益于先进瞄准系统的配备，短号都能对快速移动目标、地面车辆、海面舰船和大多数飞行器进行精确打击，且适用性良好，
可以配置多种发射平台，比如由步兵携带的三脚架、步兵战车、小艇以及专门的反坦克导弹战车等等，其穿甲能力不会给任何坦克留有生还的机会。总结来说呢，如果按照俄军公布的数据来看，能够击毁 M1A2 和豹 2A4 的武器有不少，但前提是这些数据没有水分。毕竟在俄乌战争期间，俄制武器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指出。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